人们喜欢把时间比喻成流水，因为它奔流向前，永不停歇。沿着水流的方向，大运河走过了千年荣光。当山河已定，漕运已远，这条古老的河流将如何存在？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上最长、最古老、至今依然使用的人工水道，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了代表中国文化符号的重要标志之一。党的18大以来，在绵延千里的河道上，一场涅槃重生般的改变正在发生。就是1、2、3、4、5，先出来，跟我都是手心的，1、2、3、4、5、6。那你们6个跟韩老师，我们先说一下，今天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今天我就是一个戴胜宝宝，那我们今天能不能看到我的这个鸟亲啊、鸟妈妈什么的啊，就看你们自己来记录了。还是老规矩，大致记一下数啊。那我们就开始，咱们主先走，咱们拉开点距离，出发。这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爱鸟会的一次观鸟科普活动。会长易建选择大运河森林公园作为观测地点，这片占地713公顷的生态绿地一侧，就是曾经的运河故道。我们循着声音去找，它不太好找。山斑鸠，山斑鸠，那个棕色的是绿头鸭，白色的是串的家鸭。看这个水，哎，看这个，看这个，这儿呢，这儿，哎，这儿呢。咱们现在看见咱们这个主河道是大运河，从杭州一直到北京，这是一条经济走廊。我们现在今天又不同了，我们不光是看到了古运河，我们还要再看一看我们运河两岸还有什么样的生态变化。走，继续往前走。因为我家住在那个靠着北运河那个五河交汇那儿，再早个10多年，我们来到这块的北运河的时候，这块是很严重的这个味道的，你都不用到跟前都能闻到。那随着这个环境的治理，一些这个有污染的企业的搬迁，大运河森林公园的这个修建，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水岸环境。北运河这一块水鸟调查这几年也是不断增长，说明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了。今天咱们来，大概刚才现在观了有10多种鸟，啊，这个鸟名大致能记录几种？大肚尖、灰喜鹊，啊，水巧啊，黄尾尖，黄尾尖。那我听今天咱们布任务的时候说了，我们已经辨别几个声音，是吧？哪个同学能给我说说？先说说我这个平时叫是什么一个声音？来，婉丁。啊，欧阳同学学得很好。欧阳同学给我们学一个小嘴乌鸦的叫声。啊，就这声，就这声，就这声。对。一天的观测活动中，同学们找到了10几种鸟类，而在爱鸟会记录的数据平台上，2022年，仅北运河区域发现的鸟类就多达200多种，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是近年之最。当历史的荣光散去，大运河悄然转身，从一条人工运道回归自然，
变身为城市的生态乐园。运河是北京的脐带，顺着它连通的水系，奠定了这个城市最早的格局。而如今，北京已经成长为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级都市。高度聚集的人口带来的是生存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短缺。如何解决城市病，满足发展和宜居的需求？曾经塑造了这座城市的运河，再次承担起人们的寄望。这里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展览馆，规划师运爽再一次审视着它的解决方案。咱们副中心段大概总长度北运河是17公里长，然后这个河道平均宽度是200到300米。这个河还是穿城而过，对，这个整个副中心是在大运河两岸这么发展，所以还是要把这个运河对于城市的这个影响和它的加分项要尽可能的用足。2012年，北京决定将通州作为城市副中心来规划打造，以缓解城市压力，带动周边发展。贯穿通州的大运河，则是选址于此的重要因素。我们设计团队就是刚接到那个副中心规划的时候，我们真的特别开心，因为有这么一条河穿城而过，让这个城市拥河发展，这是非常难得的自然的一个条件和禀赋。做城市规划是谋划未来，可能随着5年、10年或者更长，整个未来大运河将是副中心特别重要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大的纽带，它会串联起副中心很重要的城市功能节点。依托这种1000年的运河，会给副中心带来完全不同的城市的体验，也会给市民带来不同的滨水的活动的体验。当时代的潮流转向，大运河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以崭新的姿态连接起了城市与自然、历史与未来。沿着这条古老河道的两边，北京市政府和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挺立遥望，一座水城共融的副中心已然成型。作为中国大地上唯一一条纵贯南北的河流，大运河对于其流域的意义，不仅在于环境的改善，更事关亿万人的基本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了巨量的用水缺口，许多地区的水源补充都依赖于一项超级工程——南水北调。而大运河就是这条水源生命线成立的关键之一。4座大型泵站同时开动，每天3000多万立方米的水量，正沿着京杭运河故道及平行河道，一路向北，输送到山东、河北、天津等沿线城市。这里是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南滨长江，北连淮河，地处京杭运河与新通扬运河的交汇点。4通8达的水网，让它成为南水北调东线
山东济宁，一艘发往江苏泰州的2000吨货船正在装货。这里是如今大运河最北端的通航城市，由此向南可以一路通江达海，连接江浙各地。船主杨永伟已经在这条运河上跑了20多年，而在济宁，有7000多艘船舶，1万多人延续着这门古老的生计。我从16岁就用船，一直干到现在。父辈嘛就是用船的，当时是跟着家里的老人用船，就随我们京杭大运河往江苏那边运。他那个时候用船就是水泥船，没有这样的钢制船，在家里面就是跑个短途，不像现在就是1年4季都待在船。清晨，杨永伟的货船出发了。从越境港转过一个弯，就是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沿途都是像他这样以河为生的船民。相比于陆路运输，水运的成本更加低廉，是大宗货物的首选。每年超过6亿吨的运量，让大运河以超低的成本沟通了南北物流，也养活了这些水上人家。就像我们那个村里吧，那个大部分给我这个年龄的，就是几乎都是用船。用船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就是哪怕就是2口子能用到一块儿，你给像5个人都不一定就是说喝的那个脾气能合得来，因为这个你像看我们24小时都在一块儿，该干什么了，自己心里都有数。就是可以说我们这个，我给我老婆就是说一个手势，她都知道干什么，我也知道干什么。我们用船的都是船就是家，几乎就是1年4季都待在船上，最多也就在家能过到1个月吧，最多，甚至都过不到。时间可以了。就是那你完了。现在都12点了，4点半走这也不能。4点半。你像我们，就是隔一段时间回家看看孩子什么的，在家还是住不习惯，在家都住不习惯，就是在床上住的习惯了。也说不出来，就是在床上住的比较，就是说也习惯了吧，是一种生活。上千年间，无数个像杨永伟这样的跑船人，就这样一代代的往返于这条河流的两端。运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运河的活力之源。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大运河始终在这片土地上流淌，生生不息，源源不绝。江苏常州，73岁的摄影师汤德胜正在寻找他50年前拍过的大运河。半个世纪的时光，凝固着运河变身的痕迹。这条河就是这条原型。像现在你看，都是高楼大厦林立啊，像过去的都是平矮的小房子啊、小平房啊。这个连工厂很少见到的，你看到吧？最近我带了这些老照片，在寻找我老照片的原点，再重新拍一张。在这将近50年变化过程当中，看看今天的新的运河两岸的这个常州龙城。
我到大运河可以说快60年了，因为祖祖辈辈都住在运河边上，我们不仅仅是吃饭要靠它，毕竟我们家乡是南来北往，运河就相当于今天的高速公路。我总觉得拍这个运河的时候有一种情感。这哪里？这找了，这找了，对，这找了。游泳这个厂里办的。对。我一看就知道。啊，你一看我喜欢游泳，我知道。原来在运河里面游。小时候就是在这里。50年过去了，啊。在这个将大运河称为母亲河的城市里，这条河承载着他们的记忆，也创造着他们的记忆。而汤德胜所做的，就是要把这些记忆留存下来。这个运河两岸的变化很大的，我可以说是一个佐证人。比如说，50年代、60年代小木船，70年代水泥船，到那个钢板船，现在有1500吨都有。我把这都记录下来，我从它每一次建闸、每一次造桥，我都不断的记录。我现在大运河整理出来地面是2万多张，运河的变化、船名的变化，我都有照片在。在汤德胜的镜头里，人是运河最美的风景，也是他永远拍不完的主题。运河因人而生。世界遗产的大运河跟普通人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是人民日报社的编辑齐心正在思考的问题。10几年来，他在这条河道上反复骑行，不断地观察与追问，为大运河探索着新的体验方式。我从小生长在天津的河边，然后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跨过通惠河，跨过大运河的顺边路，它改变了我特别多的东西。大运河文化遗产是什么？是许多人都想知道，我们也想努力回答的问题。但是每年的答案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对大运河的理解不断的加深。您是就生在杨柳青？对。几年以前，我们去看大运河的时候，更多的是寻找两岸那些老的痕迹，哪些更有过去的风俗和文化，
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看两岸河和人的关系，就是大运河对人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人又反过来对大运河的命运、文化遗产的命运做了什么和贡献了什么。哇，还是不少啊，这鱼，啊，早来了你了，对，来了。哎呀，好久不见你，好久不见，哎呀，这点儿就是咱们，应该离咱们住的地儿就很近了。对，跨过马路就是。那个时候，咱们管这个叫嘛？就河边，就叫河边。我的印象就叫河边。您觉得怎样？变公园好事儿哈？好事儿，当然好事儿，大好事儿。大。浙江绍兴，松陵船厂的1000吨货船正在建造中。另一边，厂长何官明却和老师傅一起复原着传统的绍兴乌篷船。世代传承的松陵船厂，从乌篷船一步步做到了1000吨货轮，而今，何官明却重新做回了木船。好，掉头。我们是得造船，我太爷那时候呢还是造木船的，我爷爷也是造木船的。我是17岁开始造船的，原来是200吨，现在能够达到了1500吨。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这木船不做了，所以老的一个工艺了，也即将失传了。好，慢慢放下去，慢慢放，哎，慢慢放。
去互动，积淀出运河人特有的文化与智慧。淮安青口枢纽，大运河标志性的遗产地。历代工匠持续的治水建闸，形成了大小葫芦岛的特有风貌。丁凤珍和他的团队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来到这里勘察现场。这个地方有个堵点，堵点没有贯通，然后这地方再逐步梳理完善。这一段千万不要动荡。每次到那个青口地区去的时候啊，都觉得很迷人，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真的是携带了大量的历史信息，而且呢，感觉到它是一个有灵魂的河道。来过很多次以后，就真的能感受到什么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那我们今天的话，真的是如果把它搁在这儿，那真的就太不对了，太不对了。但是你去碰它的话，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自从成为世界遗产之后，这片原本划归淮安农科园的区域就再也无法开发建设。遗产要保护，乡村要发展，这让身为书记的丁凤珍陷入两难。我们这个园区75%的面积都在这个遗产的这个保护区，所以在推进这个园区建设的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很多的矛盾，因为这个遗产的保护区范围内有很严格的建设管理的要求。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团队在思考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没法下手，不知道怎么弄。现在我看是星星点点的开始开了，这个花期的话可以持续。大约正常的话1个半月左右，再过个半个月左右会迎来这个盛花期，那是很漂亮的。我们发现这个百合呢，非常适合在青口地区发展它的这样一个产业。我们这个农业园区啊，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而这个国家文化公园里面又强调这个文旅融合工程，而我们这个农业是伸手就能够到旅游的，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豁然开朗。这片正在试种的食用百合，未来将开遍青口枢纽的两岸。用百合的果实创造经济价值，花期则可以旅游观赏，企业的用工又能够带动农民共同富裕，集特色农业和文化旅游于一体，让大运河与乡村振兴互相助力，一条融合发展的新路已经铺展开来。运河，我感觉它是一个流淌的文化。水就是跟智慧相关联的嘛，那就是说它要变通，这种变通它是顺应规律的变通，它不是折磨，不是折腾，用这种水的智慧来去解决今天的问题，这个可能我们未来的遗憾会少一些。创新不是无中生有，发展也不是推倒重来，保护与发展本来就是互相融通的整体。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大运河因势利导的智慧，正在被今天的人们发扬光大。煌煌千年的大运河，流到今天，早已不是一条具体的河流，而是自然自觉的精神向往，朴实厚重的情感归宿，和因势利导的智慧传承。作为世界遗产，它标
河北吴桥杂技学校，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一代杂技人正在训练。在吴桥，大约有10%的人口从事杂技行业，是名副其实的杂技之乡。吴桥与杂技究竟是如何结缘，又如何成为了城市名片？土生土长的作家张彦广正在寻访其中的答案。在我们小时候，随便玩个倒立啊、后翻、前翻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游戏而已啊，就特别普及。在过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盐碱滩地比较多，靠着耕作呢，有的时候是入不敷出的，就通过这个运河到各个码头表演，然后养家糊口。小小的头颅越有用，我跳着跳着走江湖，南京少溜南京气，北京少溜北京有，南北二京都不少，瑞河两岸做春秋，瑞河两岸做春秋呢。我买个例子看一看啊。吴桥杂技大世界里，曾经的民间生存技能，已经成为这里的文化产业。上百名民间艺人变身为职业演员，吸引着每年数十万的游客前来参观游览。在过去的杂技艺人呢，他的本然的身份他是个农民，他是在农忙的时候回来种地，农闲的时候就出去耍生意。现在呢，就是挣着比较稳定的工资，享受着鲜花和掌声。他们不仅是一个职业一个行业，我想他更多的是一种事业，他就是愿意享受在这里享受这种荣光。伙计，拿个例子，两个脚环，来，伙计，这要8腿伸开。手要打开，好，欢迎欢迎们。我呢，作为一个作家，就是一直在记录吴桥杂技和运河的这个互相的作用。我们的杂技艺人，就是因为有了运河的这种通达，这种闯荡的精神，是与生俱来的，就是大运河在为我们的吴桥杂技赋能，我们呢在为大运河赋形，彼此互相补益的，他们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来源于人们的认知，也因为认知的刷新，产生巨大的能量。当吴桥杂技汇入运河文化的洪流，也就有了源源不绝的动力。也正是这些传统文化生态的保存与发展，让这条河流奔涌不竭。哇，这是小大嘞，你看，你，好嘞，你也抓一抓。浙江湖州南浔古镇，父亲钱学学正带着6岁的女儿多多一起在门口的河边捉虾。好了。这种水乡独有的乐趣，就是他们一家曾经向往的生活。我民宿前面就是有一条河的嘛。他说：“爸爸，埋头可以吃鱼吗？因为我们家有只猫嘛。”我说：“可以啊。”然后我们就去捞一点。我在城市里根本不会去跟我女儿去在河边去抓虾抓鱼吧。这个是我现在回来觉得最好的一个满足吧。多多，来帮忙端一下3道茶。好了。河边的民宿里，多多的母亲张磊正在为客人制作南浔传统的3泡茶。3年前，
她和丈夫离开城市回到老家，租下这处临河的院落，改造为民宿，为的就是让孩子也能体会这个古镇的传统与人情。等等我，等等我。应该说是幸福的童年能治愈一生嘛，所以我希望我女儿她有这么一个幸福的童年。真正你在这边就是小镇上你吹过的一种风，真实的这种生活，才是让你的心是愉悦的。所以想带着多多一起回到就是我们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妈妈，为什么带野火饭呀？在野外烧呀。南浔乡间的野火饭，是夫妻俩的童年记忆。搭野灶，生野火，用各处收集的食材做好野火饭，再分送给周边的邻里。古镇的温暖和人情，就藏在这些生活的细节之中。老爸，应该多吃点后边的，那早上开，那早上开。好。我也不会吃的。好。有时候我带着多多在古镇里面逛，然后就是周边的邻里啊，就是会跟他打招呼。因为现在老人特别多，年轻人都去城里了，像多多这么小的也比较少在古镇里面，所以就变成了大家的小孩一样。吃野火饭。但是其实古镇是需要这些年轻人注入的，因为我们老一辈的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一个文化底蕴，我们希望是有更多的这种年轻人回来，把我们南浔的这个文化底蕴呢是传承下去。我要铲。我跟我老婆已经带了一个很好的头，这种东西都是潜移默化慢慢影响的。有人去做1个、2个、3个、4个，越来越多的人去做，慢慢的一些好的作品全部沉淀在我们这边，就这样的古镇才是最有魅力的。哎呦，好大呀！这是福州货，就是我们福州的货船。南浔镇外的大运河是这个古镇的孕育者。运河塑造了沿岸的城镇，城镇塑造了周围的居民。如今，年轻的运河一代正在塑造着新的运河。这种文化的向心力，就是运河不老的秘密。大运河应该如何与城市一起蜕变？从北京到杭州，在京杭运河的两端，人们正以不同的思路刻画着这条河流的未来。杭州钢铁厂，大运河边辉煌了半个多世纪的时代地标。在城市的更新迭代中，杭钢关停腾退，留下了上千亩的工业遗存。如何传承发展，是他们正在面临的考验。这个炉门啊，它大概是有100多个，都装一些玻璃幕墙，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杭钢是代表着杭州工业时代的最大一个厂，对杭州人来说是一个独特的记忆。我们当时呢，就是策划定位，杭州是不缺柔美，缺的是先锋前卫，缺的是跨界混搭。这个呢是一个工业厂房，它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一种特征。我们认为，如果利用得好，它会打造成杭州另外的一种旅游目的地。北京亮马河，一条几乎被遗忘的运河水系。10公里的河道，贯穿了众多城市核心功能区。如何在改造的同时，协调好政府、城市与居民的关系，是规划者和设计者们在工程之初就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亮马河啊，它是纵穿这个东城区，有商业中心，有酒店，有居住区，还有第4使馆区，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也是作为我们长江区治河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河流的治理，来使城市面向河流，服务于市民。奔涌的时代中，每一个困境都激发着破解的智慧。在杭州，人们正在探索一种城河共融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运河集团成立之前，我们杭州市委市政府就有这个理念了。你光靠市场，那么你说公益性的事情谁来做？你光靠政府，没有市场的运营，这种绩效你不可持续啊！这是有违政府跟有效市场的一个衔接。很多外地游客啊，包括专家学者到我们的3大历史街区看到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些原居民的那种烟火气四情卫的那种活动。然后我们这次提升改造，我们运河集团整个班子是多么的小心，我们没有动一棵树，破损的石板我们把它修缮一下换掉，就仅此而已。亮马河改造项目找到的是一种和市民共商共治的道路，而今天马海涛和常琴的回访，就是检验他们治理成果的时候。我也还记得那天，好像应该是2018年的夏天，我们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方案，然后4年之后，我们又坐在这边，今非昔比了哈。没错，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非常棒，非常棒。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希望呢，就是改变，就是政府一家来单打独斗。我们就解放了思路，首先是跟他们的那些街道、这个沿线的商户啊、周边的居民啊，然后来跟我们来碰，听取他们意见。以前呢，我们可以说是绕着这个河边走，就是因为太臭了。现在呢，也有一个什么变化，我们还是绕着河边走，我们是绕到这个河边来。这个河话就是当时跟那个那边的那个居民啊，还有街道的人访谈的时候，他们就讲到，记得以前这个河里面是有荷花的，但是后面呢就没有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算是找寻了当时他们的一些记忆。经过我们的提升改造之后，我们有这种冰水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上面呢还有一个2层的，我们可以跑。开放贯通的立体空间，无论桥上桥下、岸边还是水上，每一个地方都把使用权还给了市民。一条包容的河流让城市变得柔软。以人为本是最终的一个导向，我们是服务于市民的。那么现在我们对于亮马空间呢，实现的是什么？非禁止。就说来到这里的人，我们都是包容的。我们希望人们来到这里当成家里的客厅。我们也希望河流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能够带给市民不同的一些印记。来，开拉脚下，开拉脚下啊！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却是大运河上从未有过的景观。拱辰桥下，人们乘坐着平价的水上巴士观光通勤。亮马河边，跑步的人们享受着城市的公共水域。从南到北，不同的地方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将大运河还给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从这条河流诞生，大
大运河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奋斗与兴盛。在千年的时光中，大运河连绵不绝，连接起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在奔涌进取中，兼收并蓄，一路向前。而如今，当大运河成为每个人的运河，